今天我们来聊聊中共是否真敢武力统一台湾。近期中日关系出现了一个震撼讯息，日本憋了50年，终于直接表态了。日本从来没有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共只要敢动武，日中联合公报就立即作废。这番强硬声明无疑让北京大为震惊，日本真的会撕毁中日建交时的承诺吗？北京听闻这种警告又会作何反应？我们就从头说起，深入剖析这背后的历史纵深和战略算计。半个世纪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开始了历史性的握手言和。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北京，与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达成邦交正常化。日中联合公报就是在那时签署的一份重要文件。这份公报结束了两国长达20多年的敌对状态，开启了中日外交的新篇章。然而，这纸公报中暗藏的关键语句，为今天的台海局势埋下了一颗伏笔。公报里，日本在第2条郑重声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但接下来谈及台湾问题时，却出现了耐人寻味的文字游戏。中方声称，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方并没有用承认2字跟进，而是表示充分理解并尊重中方的立场。紧接着，日本特别补上一句，我们将根据波茨坦公告第8条坚定地维持我们的立场。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要解读这段外交辞令，就得回到2战结束时的安排。波茨坦公告第8条承袭了开罗宣言的精神，要求日本将过去以武力掠夺的领土归还或放弃，其中包括从清朝手中夺取的台湾。换言之，日本在战后放弃了对台湾的一切主权声索。然而，谁来接管台湾？公告中并未明确说明。日本在1951年签署的旧金山合约中再次确认放弃台湾，但由于当时海峡两岸正在内战，合约没有指明台湾最后应由哪个政府主权管辖。这种模糊状态被称为台湾地位未定论。对日本而言，这意味着战后他无权再认定台湾属于谁。于是，在1972年的日中联合公报谈判中，日本巧妙地利用了这点，采用了理解并尊重的表述，而没有明说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当时参与谈判的日本外交官立山上一后来在回忆录中透露，这些措辞是刻意为之，意图留下战略模糊的空间。日本既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也不明讲台湾另有其地位。通俗点说，日本就是点头听着，但心里并没有答应。为什么日本要如此模棱两可呢？因为日本既想改善与北京的关系，又不愿完全放弃台湾。别忘了，在中日建交之前，日本和台湾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有长达20多年的邦交。从战后到70年代初，日本一直承认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是中国的合法代表，直到美国尼克松政府1972年打出外交震撼弹接近北京，日本可不想在外交上落于人后，才决定跟进北京路线。然而，日本社会和政界对与台湾切断官方关系其实颇有不舍。当年田中角荣在签署公报时，国内也有声音担心台湾的未来。于是，日本政府在措辞上绞尽脑汁，留下了伏笔。我们理解尊重北京，说台湾是你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我们自己不说，死。这样做的用意有2个。其一，日本希望中共日后和平解决两岸问题，如果中国最终能和平统一台湾，日本也不反对。其二，一旦未来情势不妙，日本好保留转圜的余地。当时日本政府内部就有人提醒，我们接受一个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是基于北京承诺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这个前提。如果有朝一日中国违背了承诺，用武力攻打台湾，那么今天建交声明的基础就不复存在。这句话如今听来格外具有预见性。公报签了，日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了，可台湾那边怎么办呢？日本虽然中断与台北的正式邦交，但两边并没有老死不相往来。日本在1972年之后立即设立了一个民间性质的交流协会，台湾这边则成立亚东关系协会，双方以民间团体的名义继续保持联系。这些机构实际上扮演了变相大使馆的角色，处理着双边贸易、旅游、文化交流等事务。也就是说，
日本和台湾之间一直维持着非官方但实质密切的关系。东京对台北既没有放手不管，也不公开张扬，形成一种外交上的灰色地带。这种安排延续至今已经50多年。台湾很多政要卸任后会到日本访问，日本的国会议员们也时常组团赴台交流。尽管没有大使光明正大互派，双边往来从未中断。日本在建交公报中对一个中国采取的模糊立场，使得这种在模糊中交往成为可能。北京当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日本保留民间层面的台日往来，只要日本在外交上不正式承认台湾即可。一时间，中日双方似乎相安无事，各取所需。北京得到日本的外交承认和经济援助，东京则在经济上进军中国广大市场，同时私底下也没有失去台湾这个老朋友。然而，这种平衡并非牢不可破。岁月流转，中日关系有过蜜月，也历经风波。从1972年建交到80年代，双方关系相对友好。日本对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大量经济援助与技术合作，中国人也一度对日本抱有好感。但90年代以后，随着国际局势变化和彼此国力消长，中日之间开始出现嫌隙。特别是1990年代末到200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战略疑虑逐渐升高。中国经济崛起带来军事扩张，北京在东海和南海的活动增多，甚至对日本治理下的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台列屿，声索主权，频频派船机在附近出没，两国民间互信也在下降。再加上历史问题时不时冒出，如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中方不满等，双边关系可以说是温度忽冷忽热，表面波澜不惊，底下暗潮涌动。而台湾问题始终是潜伏在中日之间的一颗地雷，只是双方过去默契的不去踩它。北京方面习惯认为，日本虽然和台湾走得近，但毕竟在外交文件上接受了一个中国原则，日本历届政府也不会公开挑战这条红线。东京方面则小心翼翼，在公开场合绝口不提台湾属于谁，既不明说支持台湾独立，更不轻易讨论战时合作，维持着一种战略上的模糊。直到近年，局势发生了巨大转变，这层窗户纸终于被捅破。变局的导火索正是中共对台湾穷兵黩武的野心愈发明显，以及日本自身安全环境的恶化。21世纪的第2个10年，随着解放军军力以惊人速度增长，台海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不再是天方夜谭。在2005年，中共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公然将台湾不得永远脱离中国写入法律，甚至授权解放军在必要时对台湾动武。这一举措当时就引起日本高度关注，因为日本人很清楚，一旦台海发生战事，日本不可能置身事外。台湾与日本地理相邻，最近的与那国岛距离台湾只有约110公里，战火极易波及日本领土。更何况，驻日美军一向被视为协防台湾的重要力量，如果美国军舰从日本基地出动支援台湾，中共极可能对日本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攻击，那么无论日本愿不愿意，都等于卷入了战争。因此，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并非仅仅是口号，而是残酷的现实推演。正因如此，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台海飞弹危机 1995至1996年时，日本就已开始思考如何应对台海紧急事态。当时中国在台湾海峡试射导弹，美国派出2艘航母进入台湾附近海域，迫使中共收手。那次危机虽然平息，但日本从中意识到，美日安保同盟必须考虑台湾的安全。不久后的1997年，美日签署新防卫合作指针，首次将周边事态暗指朝鲜半岛及台海纳入美日安保合作范围。这实际上已经含蓄地把台海纳入了日本防卫战略的视野。随着中国军力年年增强，日本更不敢掉以轻心。2010年代开始，中国海军舰艇和空军战机频繁现身第一岛链海域和空域，在冲绳附近军演、绕行日本列岛航行的记录屡见不鲜。日本自卫队的战机几乎每天都得紧急升空，去应对中国飞机的接近。中共军机绕台巡航的同时，有时也靠近日本领空。这种局势下，日本国防白皮书一改过去对中国的温和措辞，直接将中共军事动向列为主要安全威胁。可以说，北京在军事上的步步进逼，
正在把东京往戒备与对抗的方向推。2012年前后，中日还因尖阁诸岛爆发严重对立，日本政府购岛引发中国国内大规模反日抗议乃至暴力事件，两国关系跌至谷底。尽管之后勉强恢复表面上的交往，但日本对中国的戒心从未像现在这样高涨。2020年，中国在香港强推国家安全法，等于撕毁了一国两制下对香港自治50年的承诺。这一事件在日本也引起震动，连香港这样的国际金融中心，北京都说强硬就强硬，那台湾未来的命运岂不是岌岌可危？东京政界开始有更多人公开表示关注台湾安全。同一年，新冠疫情的蔓延和地缘政治角力加剧了日美欧对中共的不信任。2021年，中共空军战机不断扰台，美日澳法等国居然破天荒地在周边举行联合军演，模拟应对区域冲突。这一系列迹象都显示，以往日本对台湾有事避而不谈的禁忌在逐渐被打破。日本领袖中首先打破沉默的是一些重量级政要。2021年，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卸任后不久，于一场公开论坛中罕见直言，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就是日美同盟有事。这句话在国际间引起轰动。作为曾任8年首相，影响力犹在的政治巨擘，安倍的表态相当于警告北京，别轻举妄动，台湾若有闪失，日本和美国都不会做事。同年，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也抛出类似言论。他在一次演讲中提到，如果台湾发生重大事态，日本可能行使集体自卫权协防，甚至说日本要有武力防卫台湾的觉悟。虽然这些言论都被中国严厉批驳，但它反映出日本执政高层的心态正在转变。从前，日本政府对这类问题通常闪烁其词，不愿明讲。但到了2020年代初，面对中共的武架，东京方面开始半遮半掩地释放出可能出手的讯号。一些战略专家将此称为日本从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的起点。同时，配合这种论调的是日本国防政策的转向。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事件更令日本人警醒。今天的乌克兰会不会就是明天的台湾？如果集权国家可以悍然入侵邻国，那么中共是否会如法炮制，在亚洲上演类似剧本？这种忧虑推动日本加速强化防卫。岸田文雄政府在2022年底通过了新的安保3文件，决定在5年内将国防预算提升到相当于 GDP 的 2%， 购买远程飞弹等反击武器，并明确将台海稳定列为日本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可以说，日本已经在做最坏的打算，把台海战争假设为可能发生的事。种种迹象都显示，日本在为潜在的台海冲突做准备。但真正让北京当场崩溃的信息，是2025年末日本政府最高领导人口中亲自说出的那些话。2025年秋天，日本政坛出现重大人事变动，自民党内持强硬抗中立场的高市早苗继任首相。高市早苗素来以对中共强硬、对台友好著称，被视为安倍晋三路线的继承人。他上任后不久便前往台湾访问，成为数十年来访台层级最高的日本在任官员之一。北京对此已经相当不满，但更令中共跳脚的还在后头。同年11月，高市首相在日本国会接受质询时，被问及如果台湾有事，日本将如何作为，高市早苗没有回避，明确回答，台湾有事很可能构成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这是什么意思呢？所谓存亡危机事态，是日本安全相关法律中的一个关键概念，指的是与日本关系密切的他国遭受武力攻击，导致日本的存立受到威胁的情况。一旦认定进入这种状态，日本就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出兵协助防卫友邦。简而言之，高市这番话等于公开承认，如果台湾遭中国攻击，日本可以，也很可能依法出兵干预。这相当于把过去几年日本官员半遮半掩的话挑明了说，当着世界的面把中共可能进犯台湾这档事直接纳入日本的防卫视野。如此露骨的表态，在日本现任首相层级还是头一遭。消息传出后，国际舆论一片哗然，北京更是勃然大怒。中国外交部火速谴责高市早苗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公然为台独势力撑腰，
甚至扣上战争叫嚣的帽子。中共官媒则连日发文，指责日本政坛右倾，渲染日本要走军国主义老路。中方的战狼外交动作也接踵而来。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第一时间受到指示，向日本提出严正交涉，要求高市收回错误言论，否则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反制。更离谱的是，中国驻大阪的一名总领事竟在社群平台上发文，影射要对高市早苗进行斩首，这犹如公开威胁刺杀日本首相，在外交史上闻所未闻。尽管该言论稍后被删除，但已激起日本朝野的极大愤慨。日本政府立即召见中国大使，严厉抗议。国内舆论谴责中方疯狂，要求中国道歉。高市早苗面对压力，态度颇为强硬。他明确表示，自己的发言基于日本一贯立场，不会撤回，只是为了缓和一点紧张气氛。他补充阐述说，日本根据旧金山合约早已放弃对台湾的所有权利，无权单方面认定台湾的法律地位。这番话看似在重申日本奉行一中政策，不去碰触台湾主权问题，但实际上也是在提醒世人，日本自己不承认对台湾有发言权，同样的，也从未正式承认过台湾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高市的答辩等于将日本长久以来对台湾问题的态度讲得前所未有的清楚。日本不会主动改变现状，但如果中共企图以武力改变现状，日本就不能置身事外。这场中日之间的唇枪舌剑闹得沸沸扬扬，北京除了发外交抗议，还对日本祭出了一系列所谓惩罚措施。中国政府突然发布旅游警示，劝告中国公民暂勿前往日本旅游，声称近期日本反华情绪高涨，安全无法保障。同时，中方无限期暂停了解除日本水产品进口禁令的磋商，又取消了多项原定的中日文化交流活动。中共试图以经济和民间往来做筹码，逼日本让步。然而这些举措对日本的影响十分有限，反而让中国游客和部分业者自伤利益。有日本评论指出，北京此举更像是气急败坏下的慌乱出招，徒劳无功。可以想见，中共当局本以为高压可以逼日本收回表态，但东京方面没有服软，双方各执一词。日本政府高官还强调，高市首相的发言无需撤回，因为他只是诚实回答假设性问题，并未偏离日本的基本政策。这句话的玄机在于，日本长久以来的基本政策其实就是如果台海发生战争，日本会依据法律考虑行使集体自卫权。只不过以前不说破，现在终于挑明，这无疑是对北京最大的警告和震慑。中共当然心知肚明，日本的表态透露出一个信号，北京若敢冒险武统台湾，等同撕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承诺，那日本也就没义务再遵守对中邦交时的客套与默契。中日关系势必要掀桌重来。让我们设想一下未来可能的剧本，如果有那么一天，北京当局不顾国际警告，对台湾发动了武力进攻，消息一出，全球哗然，东亚局势瞬间进入战争状态。美国舰队迅速赶往台湾周边，日本也立刻召开国家安全会议。不出意外的话，日本领导人会在最短时间内做出两项重大决定。第一，依据存续危机事态法，认定台海战事构成日本存亡危机，日本将正式行使集体自卫权，与美军协同作战。第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破坏了邦交正常化的前提，日中联合公报即日起失效，日本政府不再受该文件限制。这意味着什么？从军事上说，日本自卫队将全面进入战备，可能出动海上自卫队的舰艇在第一岛链协防，派遣战机监控制空权，甚至出动潜艇在周边海域活动，对中国军队的行动进行牵制和反击。驻日美军也会以日本作为基地，向台海投送兵力和物资。日本国内的后勤补给体系将为盟军全力开启。同时，日本本土尤其西南诸岛地区会加强防御，防备中共对日本本土报复性打击。可以预见，解放军很可能试图攻击冲绳、美军横田基地等，除以瘫痪美日支援。届时，日本领土直接遭受战火的场景恐怕难以避免。日本与中国在战场上正式交锋，21世纪的东亚或将重演70多年前的太平洋战争残酷一幕。然而这一次，日本不是侵略者，
而是作为守护秩序的一方，与盟友共同抗击侵略。除了军事行动外，更具深远影响的是外交与政治层面的变化。日本撕毁日中联合公报，等同宣告1972年以来中日关系基本框架的终结。这将带来几个直接后果。首先，日本极可能正式承认台湾。既然北京违反了承诺在先，日本大可不再囿于一个中国的台面文章，转而承认台湾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甚至和台北重建正式邦交也不是没有可能。想象一下，日本首相公开宣布恢复与中华民国台湾建交，并请中共驻日大使限期离境，这对北京将是何等巨大的打击。50多年前好不容易拉拢日本，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如今一夕之间前功尽弃，北京过去引以为傲的统战成果灰飞烟灭。更严重的是，这一举动可能引发骨牌效应，亚洲和全球许多国家会重新审视自身的一中政策。或许接下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主要国家都可能宣布不再承认北京对台湾的主权声索，改为直接支持台湾。因为此时国际法理已经翻篇，中共用武力破坏现状，国际社会就有理由承认台湾自决，那将是北京最不愿见到的局面。原先孤立台湾、逼其就范的计划，变成了将自己推上国际对立面的深渊。其次，日本撕毁公报，意味着中日间的经济和人员往来都将遭受重创甚至中断。现在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也是中国重要的技术和投资来源国，但战争一起，双方贸易很可能陷入停顿。日本企业势必要全面撤出中国市场，以免成为中共报复的对象。供应链断裂将让中国经济雪上加霜。中共多年来利用日本的资金和技术发展自己，如今反目成仇，一夜回到改革开放前的局面也未可知。更别提战争时期双方还可能互相冻结资产，甚至扣押企业资产。一旦日本明确站到对立面，北京在经济上势必也承受巨大损失。对中国老百姓而言，日本商品将消失，前往日本留学、旅游的大门也将关闭，科技和人文交流全面倒退。北京一直扬言统一台湾是中国内政，与日本无关，但真打起仗来才发现，日本的参与让局面大为不同。中共不仅要面对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自卫队，还要承受失去日本这一主要经济伙伴的代价。在外交上，北京与东京关系的决裂，也可能意味着中国在亚洲彻底被孤立。韩国虽然对日本有历史心结，但面对中共扩张，也会选边站在美日这一边。东南亚诸国原本就在中美之间权衡，但见中共对台湾动武，谁还敢与之为伍？很可能倒向谴责侵略的一方。印度更巴不得看中国陷入困境。可以说，一旦日本带头与北京翻脸，北京恐怕要同时面对整个区域的反弹。这与中共原本宣称统一台湾将有利于东亚和平的说辞背道而驰。届时，北京的国际形象将一落千丈，再难挽回。中共政权内部也将面临巨大压力。对台开战的决策不仅未能实现速战速决，反而引发与亚洲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的全面对抗，让中国卷入一场胜算渺茫的消耗战。中国国内民众本被煽动起的民族主义激情，可能很快被战争现实浇熄。当伤亡名单和经济灾难浮现，民心将迅速转向质疑甚至反对战争。那时候，北京当局将骑虎难下，一场企图展示民族伟大复兴的统一大业，极可能演变成动摇共产党统治根基的噩梦。这便是北京当场崩溃真正的含义。中共苦心经营多年的国际布局瞬间瓦解，自己反而坠入了失控的深渊。如果把镜头拉回当下，我们不禁要问，在种种名牌摆上桌面之后，中共还敢武统台湾吗？曾几何时，北京或许心存侥幸，认为华盛顿顾虑太多不一定出兵，日本更是被和平宪法困住，只能口头支援。但现在这种幻想几乎荡然无存。美国不断强调维护台海现状，甚至有跨党派共识支持保卫台湾，而日本在高市早苗的领导下，更是明确亮出底牌，和平解决，井水不犯河水，一旦动武，我们奉陪到底。对习近平政权而言，这无疑增加了武力犯台的风险和成本。
日本不是当年的清政府，也不是1950年代实力衰弱的国民政府。日本拥有世界排名前列的军事力量和经济体量，其尖端科技和军工实力亦不可小觑。更重要的是，日本有美国这个同盟后盾，一旦并肩而战，双方的军事合力将大大提升。而反观中共，内有日益严峻的经济压力和人口老龄化问题，外有美日等强敌环伺。如果仅对付台湾或许有胜算，但同时招惹美日，等于以一敌三，加上其他西方国家的制裁和支援，胜负天平很可能对北京不利。古语云，两线作战乃兵家大忌，何况是在自身国力尚未绝对优势之时招致这样的局面。日本的强硬表态其实是在告诫北京，休要误判形势，妄动干戈。当年中日建交，日本给足了中国面子，接受了一中原则的模糊共识，那是基于中共承诺和平统一的信任。如果北京自己撕破了承诺，那就别怪日本翻脸无情。撕毁日中公报只是手段之一，更大的图景是整个东亚地缘格局的重组和对抗。这不是北京用几句战狼叫嚣或经济胁迫就能阻止的。相反，中共越是咄咄逼人，只会逼得昔日保持克制的邻国放下顾忌，联合起来对抗它。台湾问题上尤其如此，你北京总说是内政问题，别国管不着，但现实是，台湾的前途早已牵动亚太安全网络的神经线。一个和平繁荣的台湾符合区域各方利益，相反，一场武统战争将让所有人付出代价，也必将招来区域国家的武力干预。这就是21世纪的大国博弈，残酷而真实的写照。放眼未来，我们当然希望台海能维持和平，不要走到战争那一步。正如日本过去50年对台湾问题的处理，一直抱持着和平解决的期待，但和平不能只靠一方的良善意愿，还要看另一方的野心是否受到约束。现在，日本已经公开发出了严正的警告，相当于亮剑在前，请三思而后行，勿谋诸突妄动。一旦开战，你将面对的不只是台湾，而是整个同盟体系的反击。这段话北京听懂了吗？历史的吊诡在于，当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北京或许以为用外交辞令争取到了日本承认一中，伪将来统一台湾，扫清了障碍，岂料日本人留了一手。如今这句理解并尊重，摇身变成了日本声讨中共撕毁承诺的凭据。如果北京真的铤而走险，等着他的很可能不是轻松吞下台湾的胜利果实，而是一场令自身政权都难以承受的全面崩盘。中共敢武统台湾吗？在日本明确表态加入阻击之后，答案恐怕更趋负面。北京当局若还有一丝冷静，就该意识到武力犯台将引爆不可控的灾难，反噬自身。台海之稳系于区域之稳，与其玩火引战，不如顺应和平潮流，寻求对话出路。这样，对台湾、对日本、对中国自己才是唯一明智的选择。50年的历史绕了一圈，又回到最初的起点。一个中国，两种权势，和平统一，武力禁止。日本已经把话挑明，现在就看北京如何抉择了。让我们拭目以待，中共究竟敢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用战争打破这个50年的平衡？而一旦那天来临，日本会否如现在警告的那样，毅然撕毁日中联合公报，与台湾并肩而战？历史的大戏已然鸣锣在即，走向和平亦或战争，我们都将见证。